我们常听老一辈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但你是不是以为所谓的地府和审判真的要等到我们100年之后眼睛闭上了才需要去面对？你以为地府最可怕的刑罚是电视上常演的下油锅，走奈何桥拔舌头吗？其实地府里最让人痛不欲生、最凶狠的3种大刑早就已经在我们阳间悄悄执行了，而且我们身边有很多人，甚至可能包含荧幕前的你，每天都在受这3种刑罚的折磨，却浑然不知，还以为只是自己最近运气比较差，命犯小人。这3种刑罚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说它比下油锅还要折磨人？今天我们就用最白话的方式，把这本阴阳两界的生死簿翻开来给大家看。看完今天的内容后，你一定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们这辈子遇到的那些说不出的痛、跨不过的难关，还有甩不掉的烂人，全都有迹可循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教给你3个每天都能做的简单修行法，帮你重新接上福报线，彻底化解刑罚，迎来真正的顺遂。明白了这些前因后果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先来聊聊这地府里让人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第1种大刑，叫做抽魂刑。你可能会想，抽魂，这听起来像不像是神怪小说里的情节啊？但各位老菩萨、弘一法师常告诉我们，佛法讲的因果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，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。在我们活着的阳间，这种抽魂刑表现出来的不是世俗眼中那种名利的受挫，或是肉眼可见的皮肉之苦，而是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无名辛苦。各位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身边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或者你自己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煎熬？这个人外表看起来好好的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甚至家里也不缺钱，日子过得比谁都阔气，可是他就是整天眉头深锁，眼神空洞。他会拉着你的手跟你说，我心里好难受，像是有1000万根针在扎我的心肝头，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。可是你问他到底哪里痛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也说不上来。他到处去求神问卜，到处找人诉苦，想要把心里那个破洞补起来，可是就是找不到原因。朋友们啊，这就是地府在阳间悄悄执行的抽魂刑。因为受刑的根本不是他的肉身，而是他的灵魂。鬼差把他的生魂抽出，在灵体的穴位上一针一针的扎，那种痛是直接痛在灵魂深处的，凡间的任何方法都无法抚平。为什么会受这种刑罚呢？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会受抽魂之苦，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在过去曾经用言语、用心计深深地刺伤过别人的心，比如对着自己的父母、伴侣说出最尖酸刻薄的话，把别人的自尊踩在脚底，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在背后算计别人，把别人逼到走投无路，痛不欲生。你让别人的心里留下了多深的伤口，地府就还给你多重的抽魂针。而且这个刑罚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特点，这也是很多老一辈人都知道的玄机。白天的时候，因为阳气重，人在外面走动，有工作要忙，有外面的声音在干扰，这个灵魂的痛感还会被勉强压抑住，他顶多就是觉得心浮气躁，容易发脾气。可是一到了夜里的子时，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段，你注意看，受这个刑罚的人绝对是痛不欲生，辗转难眠。为什么偏偏是子时？因为子时是阴阳交替的时候，更是地府开庭审判的时间。
当他的肉身躺在舒舒服服的床上准备休息时，他的灵魂却已经被压到了无形的公堂之上。在那个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没有了白天的喧嚣，心里的那份愧疚、恐慌、焦虑会被业力放大100倍、1000倍。那种痛就像是在无尽的黑暗中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根一根无形的针扎透，想叫叫不出声，想逃无路可逃。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。以前村里有个长辈，我们叫他阿财伯。阿财伯年轻的时候啊，做生意非常精明，手段也很狠。他为了抢一笔大生意，曾经设计逼得一个老实的合伙人倾家荡产。最后那个合伙人带着一家老小连夜搬走，不知去向。阿财伯当时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赢了，很风光。到了晚年，阿财伯把生意交棒给了后辈，住在盖得很气派的大房子里。可是从60岁开始，他变了。每天到了半夜子时，整栋屋子静悄悄的时候，他房间里就会传来唉声叹气的声音。有时候他会突然从床上惊醒坐起来，满头大汗，双手死死揪着胸口的衣服。家人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我的心像是在被火烧，被针戳，好痛，好怕。家人带他到处去散心，甚至请了心理咨商的专家来开导他。什么方法都试了，就是没有用，因为这根本不是凡间的困难，而是业力的考卷找上门了。阿财伯在无数个子时独自面对着黑暗，他后来流着眼泪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他说：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看到当年那个合伙人绝望的眼神，我心里的痛比拿刀割我还要难受啊。朋友们啊，阿财伯经历的就是真真实实的抽魂刑，因为没有外在的显化，这份苦别人无法替他分担，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默默地扛，默默地受。弘一法师常劝我们，心安即是家，心不安，走到哪里都是流浪。这抽魂刑最大的可怕之处，就是剥夺了你心安的权利。所以，当我们或是身边的人陷入这种无法言说的焦虑、恐慌，或是深夜里无法平息的心痛时，千万不要只是一味地抱怨自己命不好。我们要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是不是过去我们的某句话、某个行为，在别人的心里扎了针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要化解这种抽魂刑，向外求是没有用的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内求，去忏悔，把当年刺进别人心里的针拔出来，用我们的善念去弥补。当我们学会忏悔改过，积德行善，灵魂上的千疮百孔才能真正迎来愈合的那一天。各位朋友，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种抽魂刑，那是地府针对我们内在灵魂的一场审判，让你查不出原因，却日夜心痛难当。但是地府的业力法则不仅会找上你的心，还会找上你的命。如果说抽魂刑是向内的折磨，那么这第二种最凶的刑罚就是向外的封杀。这就是让无数人仰天长叹、怀疑人生的断线刑。什么叫断线刑？你注意看身边，或者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，明明条件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学历高，脑筋转得快，做事也勤快，可是他的人生就像是中了一个打不开的魔咒。做生意，每次眼看着合约就要签了，大客户突然反悔。谈感情，明明两个人都论及婚嫁，连喜帖都印好了，却在最后一刻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彻底闹翻。不管是求财、求名还是求姻缘，他永远都在经历临门一脚，总是差那么一步。
他付出了100%的努力，最后却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常常会崩溃地问苍天：为什么？为什么每次就差一点点？到底是我哪里做错了？老菩萨们，这不是他运气不好，也不是风水出了问题，在阴阳两界的因果簿上，这叫做他的因果线和福报线被地府的鬼差给剪断了。为什么地府要剪断他的线？弘一法师曾说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世间万物皆有关联，你怎么对待别人，宇宙就怎么回应你。会受这断线刑的人，往往在过去生或是这辈子的前半生犯了一个极大的忌讳。他们特别喜欢剪断别人的希望。有的人自作聪明，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，硬生生破坏别人的大好姻缘。有的人仗着自己有点权势，占尽别人的便宜，为了自己往上爬，把老实人逼到了绝路，生生剪断了人家一家的生计。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吗？你剪断了别人赖以生存的线，地府的判官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当你福报享尽的那一天，业力现前，鬼差拿着因果的剪刀，咔嚓一声，就把你的财运线、事业线、姻缘线全部剪断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都市里常看到的真实缩影。我们姑且叫他林阿伯。林阿伯这个人啊，从小书读得好，一路考上最好的大学，出社会后在一家大公司当高阶主管。他脑筋动得极快，可是呢，心胸非常狭窄。他为了上位，曾经故意把一份错误的资料交给提拔他的恩人主管，害得那位主管背了黑锅，黯然离职。林阿伯就顺理成章接了那个位置。他甚至还常常在言语上打压底下的年轻人，抢走别人的功劳，把别人的心血结晶占为己有。林阿伯30多岁的时候意气风发，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聪明的人。可是到了40岁之后，断线刑开始执行了。他看准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投资案，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。结果政策突然改变，投资案瞬间成了一堆废纸。他不信邪，觉得是意外。后来他准备和一位家世背景很好的千金结婚，想要借此东山再起。双方家长都见面了，婚纱照也拍了。偏偏在婚礼前1个礼拜，女方无意间听到了他当年陷害主管的往事，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，当机立断取消了婚礼。接下来的10年里，他做生意赔什么？找工作，每次面试到最后一关就被刷下来。做点小生意，总是在快要回本的时候遇到意外倒闭。他每天晚上看着天花板，不断地问自己：我这么聪明，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我的人生永远卡在最后一步？朋友们啊，这就是因果最可怕的地方。地府不是不让你有希望，而是故意让你看到希望，甚至让你走到希望的门口，然后在你伸出手要去拿的那一瞬间，把门重重地关上。这叫求而不得的无间轮回。地府要让你亲身去体会，当初被你陷害、被你破坏姻缘、被你逼到绝路的那些人，他们在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灭时，心里是多么的痛，多么的绝望。弘一法师教导我们，物极全胜，事极全美，人极全胜。做人做事，千万不能把好处占尽，不能把别人的路堵死。你给别人留一条退路，就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条生路。所以，如果荧幕前的你，或是你的孩子、朋友，现在正陷入这种做什么都差一步的困境，处处碰壁，请你告诉他，先不要怨天尤人，也不要再去算命改运了。静下心来，回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有意无意间占了不该占的便宜，
阻碍了别人的发展。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跨不过的坎，其实都是地府判决的业力刑期，我们才能停止抱怨。从现在开始，多去成全别人，多去牵成别人的好事。你帮别人把断掉的线接起来，老天爷自然就会把你的福报线重新为你牵上。各位朋友，我们讲了折磨内心的抽魂刑，讲了阻碍运势的断线刑，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三种刑罚，可以说是地府里最难熬，也最让人执迷不悟的一种。因为执行这个刑罚的鬼差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些睡在你枕边，坐在你对面，或者你曾经最信任的人。这就是地府最凶狠的第三大刑——替身刑。什么叫做替身刑？各位老菩萨，你仔细想想，你这一辈子，或者你身边的朋友，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，你总是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遇到同一种烂人，比如总是遇到会劈腿、会家暴的伴侣，好不容易狠下心离婚了，下一个遇到的竟然还是同一个德性。或者在职场上，在朋友圈里，总是遇到那种你对他掏心掏肺，最后却在背后捅你一刀，借钱不还，把你的善良当作理所当然的人。很多人遇到这种事，都会跑去宫庙里哭诉，说自己遇人不淑，说自己命犯桃花劫，命犯小人。身边的人也会劝你，哎呀，你就是眼光太差，心太软了。但各位朋友啊，弘一法师告诉我们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万法皆是因果。你以为你遇到烂人只是眼光差吗？根本不是，这是地府为你量身打造的一张业力考卷，是一场名为替身刑的审判。地府是怎么执行这个刑罚的呢？判官会去查你的前世今生，把你过去曾经背叛过、伤害过、欺骗过的人，他们当时所承受的痛苦和绝望，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。然后地府会安排一个替身，也就是你今生遇到的这个烂人，让他来到你的生命里，用同样的方式再对你做一次。这不是老天爷在整你，而是地府要让你亲自下场体验，当年你加诸在别人身上的痛到底有多痛。你不痛，你就不会懂，你不懂，这笔债就永远还不清。我们社区里有一位淑芬姐，她就是活生生在受替身刑的人。淑芬姐人非常好，热心公益，可是她的感情路走得坎坷无比。年轻时，第一任丈夫拿着她辛苦存下的钱去赌博，最后还带着别的女人跑了，留下她一个人帮忙还债，拉拔孩子长大。过了10几年，她遇到了一个看似老实的男人，以为终于可以依靠了，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帮男人创业。结果呢，公司赚钱了，男人却以个性不合为理由，把她一脚踢开，财产全转移了。不仅如此，她最信任的一个闺蜜还在背后说风凉话，到处散播她的谣言。淑芬姐崩溃了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哭得声嘶力竭。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，我对每个人都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们都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我身边全都是烂人？朋友们啊，看到淑芬姐这样，我们心里都很酸。但从因果的角度来看，长期纠缠于这种被背叛、被伤害的关系中，真的不是眼光不佳，而是强大的业力表现。你越是怨恨，这张考卷你就越是考不及格。考不及格，地府就会继续派下一个替身来折磨你，直到你真正醒悟为止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各位老菩萨，今天我们讲的这3种刑罚，第一种查不出原因，无人能懂的无名辛苦，这叫抽魂刑。第二种永远卡在最后一步，跨不过的坎，这叫断线刑。
第三种，怎么躲都躲不掉，不断轮回甩不掉的烂人，这叫替身刑。总结来说，这三种刑罚在阳间就是查不出原因的无名辛苦、跨不过的坎，以及甩不掉的烂人。既然明白了这些都是业力的考卷，难道我们就只能坐在这里等着受刑，天天以泪洗面吗？当然不是。弘一法师一生精修律宗，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智慧就是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一念忏悔，地狱化作莲花池。遭遇这些困境时，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去抱怨老天不公，不是去痛恨那些伤害你的人，而是要立刻醒悟。我们要明白，这是在还债，债还清了，刑期也就满了。尽早忏悔、改过、积德行善，才是减轻或彻底化解这些刑罚的唯一途径。为了帮助大家平安度过这些业力的考验，我特别为大家整理了3个非常简单，只要你愿意，每天都可以做的日常修行清单。各位朋友，你可以拿笔记下来。睡前的零存整付忏悔法，针对抽魂刑，那种心里莫名焦虑、睡不着的苦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坐在床边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狂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不用去想具体对不起谁，就是对着十方宇宙，真诚地为自己过去曾经伤害过的一切众生道歉。你每忏悔一次，就是在拔出一根扎在灵魂上的针，心清净了，业力就轻了，自然就能一觉到天亮。遇见烂人的还债转念法，针对替身刑。下次当你又遇到有人欺负你、占你便宜或者背叛你时，当下那一刻，无明火一定会烧起来。这时候，请你在心里默念3遍：这是来讨债的，这是我欠他的，还清了就没事了。朋友们啊，转念就是转运，你不生气，不报复，这笔因果债就在你这里结案了。你如果反咬一口，那对不起，我们下辈子还要继续纠缠。当你用包容和还债的心态去看待烂人，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伤害不了你，他们只是你修行路上的垫脚石，随手布施的接线法。针对断线刑那种运气总差一步的困境，既然你的福报线断了，那你就自己把它接起来。怎么接？就是去成全别人，不一定要花大钱，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。看到别人推车上坡很吃力，帮忙推一把。买菜时对卖菜的阿婆说句感恩的话，不计较那1块2块钱。看到别人有好事，真心诚意地去赞美他，祝福他，绝对不要嫉妒。你每一次的随喜赞叹，每一次的举手之劳，都是在为自己重新接上福报的因果线。各位朋友，各位老菩萨，刚刚我们把地府最凶狠的3种刑罚，抽魂刑、断线刑，还有替身刑都讲透了。听到这里，你的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沉重？会不会觉得这因果业力像是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，把我们紧紧罩住，压得喘不过气来？其实弘一法师留下这些佛法智慧，从来都不是为了恐吓我们。佛法是慈悲的，因果虽然可怕，但它同时也给了我们一把解开所有业力枷锁的钥匙。这把钥匙只有2个字，叫做利他。当你的心里装着别人的苦，你自己的苦就变小了。当你愿意给别人一条生路，老天爷就会给你开出一条大路。为了让大家更明白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想跟各位老菩萨再多聊几句心里话。我们把目光从天上、从地府收回来，看看我们眼前的日子，看看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过怎样的生活。
因为真正的羞耻和解刑不在深山老林里，就在我们早上的菜市场、傍晚的公园，还有我们自家的客厅和厨房里。我们先说说这每天早上的光景。我们很多老人家习惯清晨5、6点就起床，天刚蒙蒙亮，就到附近的公园里去做甩手工、打太极，或者跟几个老朋友在树下泡茶聊天。做完运动，顺道去一趟早上的传统菜市场，买点新鲜的青菜猪肉，准备中午给孩子们做顿好吃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平常，很温馨？但您知道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业力就是在这个最不起眼的过程中悄悄地种下了。就拿逛菜市场来说吧，菜市场不仅是买菜的地方，更是我们社区里的情报交换站。谁家的儿子考上大公司了？谁家的女儿30几岁还没嫁人？谁家的媳妇又跟婆婆顶嘴了？这些家长里短，大家聚在菜摊前、肉摊旁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聊得可起劲了。我们村里以前有位阿娇婶，她为人倒也不坏，就是有一张闲不住的嘴。有一次，隔壁巷子老李家的媳妇回娘家住了几天，其实是因为娘家妈妈生病回去照顾。结果阿娇婶在菜市场跟人闲聊，硬是凭空猜测，到处跟人说：哎呦，老李家那个媳妇脾气大得很，跟婆婆吵架闹离家出走了，我看这段婚姻悬喽。这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传进了老李儿子的耳朵里。人家小夫妻本来好好的，因为这些流言蜚语生了嫌隙，大吵了一架。老李一家也因此觉得脸上无光，婆婆更是整天长吁短叹。阿娇婶当时讲完就算了，根本没往心里去，还觉得自己消息灵通。可是没过2年，阿娇婶开始整夜的睡不着觉。她常常半夜3更听到耳朵里有像蝉鸣一样的叫声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心跳得飞快，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她试过各种民间祈福、收惊的方法，也四处求人指点，但那种无名的心慌还是在深夜里准时来报道。因为这根本不是外在的药食能医治的，这是心底生出来的业。可是吃了药，那种无名的心慌还是在深夜里准时来报道。朋友们啊，阿娇婶这受的是什么刑？这不正是前面说的抽魂刑吗？她当初在菜市场图一时痛快，随口编造和传播的流言，像是一把把无形的刀，刺伤了老李一家人的和气，破坏了人家的安宁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口业。老一辈常说，嘴巴不好，心肠再好也没用。我们在公园里，在树下泡茶，在菜市场聊天，千万要守住自己的这张嘴。看到别人家有难处，我们要帮忙遮掩3分。听到别人的闲言碎语，我们笑笑就走开，绝不跟着起哄传播。你嘴上留了德，就是在给自己的灵魂拔掉那些抽魂针。每天早上买菜时，多夸夸卖菜的小贩，多赞叹别人家的好事，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利他修行啊。我们再来聊聊咱们老人家最牵挂的事。孩子很多到了中老年的朋友，大半辈子都在为儿女操劳，从供他们念书，帮他们成家，到后来帮着带孙子，可以说把整条命都扑在孩子身上了。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很普遍的现象？很多父母付出了全部，最后换来的却是儿女的疏离、抱怨，甚至几年都见不上一面。老人家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看着墙上的全家福发呆，心里那个苦啊，真是说不出来。这往往就是陷入了断线型的误区。我们隔壁社区有一位天才伯，他早年做生意赚了点钱，为人非常强势。他有个儿子
从小喜欢画画，想去学设计，但天才伯觉得画画没前途，硬生生把儿子的画笔折断，逼着儿子去读商科，将来好接管自己的生意。后来儿子谈了个女朋友，是个本分善良的幼教老师，天才伯又嫌弃人家家境普通，配不上自己家，动用各种手段，逼着儿子跟那个女孩分了手，最后安排儿子娶了一个门当户对，但彼此毫无感情的千金小姐。天才伯以为自己给儿子安排了最好的一条路，可是结果呢？儿子婚后生活非常压抑，后来生意也没做好，每天借酒浇愁。更可悲的是，儿子把这一切都怪罪在父亲头上，觉得是父亲毁了自己的人生。后来儿子带着媳妇搬到了很远的城市，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打个电话，连家都不回了。天才伯现在70多岁了，每天下午一个人在社区公园的凉亭里下棋，看着别人家儿孙满堂，天伦之乐，他只能默默地掉眼泪。他觉得老天爷对他不公平，自己明明是为了孩子好，为什么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？老菩萨们，天才伯的苦是因为他不懂得放手，他以爱的名义强行剪断了儿子的梦想线，剪断了儿子的姻缘线。地府的业力法则是极其公平的，你剪断了别人，哪怕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人生轨迹，因果就会反过来剪断你们之间的亲情线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孩子长大了，他们有自己的业力，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我们做长辈的可以给建议，但绝对不能强行干涉，甚至情绪绑架。我们要把放在孩子身上的那条控制线收回来。怎么收？把精神寄托转回到自己身上。平常可以去参加社区的松年大学、唱歌班，或者去当地的大庙里做做义工，帮人家洗洗菜、扫扫地。当你不再死死盯着孩子的生活，不再对他们指手画脚，你就是在修补你们之间快要断裂的缘分。你退一步，给孩子喘息的空间，那条原本紧绷甚至快要断掉的亲情线，反而会慢慢变得柔和、坚韧起来。讲完了儿女，我们不能不提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让人起烦恼的另一件事，婆媳关系和家庭纠纷。这就是前面讲的替身型最常上演的舞台。很多年长的师姐、老阿嬷，年轻时熬成了婆婆，总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可是真等到媳妇进了门，却发现这媳妇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嫌媳妇睡得晚，起得迟，嫌媳妇花钱大手大脚，不会精打细算，嫌媳妇做的饭菜不合自己的胃口。我们村里有位素云阿嬷，她就是成天抱怨媳妇。她常常坐在家门口跟过路的邻居倒苦水。哎呀，我那个媳妇啊，真是个讨债鬼。我辛辛苦苦帮她带小孩，她不但不感恩，昨天还为了我给孙子喂了口零食，给我甩脸色看。我怎么这么命苦，摊上这么个恶媳妇哦。素云阿嬷觉得自己委屈极了。可是我们把时间往前推30年，30年前素云阿嬷刚嫁进门的时候，她的婆婆也是个传统的严厉女人。当时的素云阿嬷仗着丈夫疼自己，经常在背地里翻婆婆的白眼。婆婆好心炖了补汤给她喝，她嫌油腻，倒进水槽里。婆婆说了她2句，她就几天不理婆婆，让家里的气氛冷若冰霜。各位朋友，您看懂了吗？现在这个让她气得半死的媳妇，其实就是地府派来的替身啊。当年素云阿嬷是怎么对待自己婆婆的，今天她的媳妇就是怎么对待她的。这股业力的能量一直在家族里打转，如果不化解，就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所以老菩萨们，
如果我们现在家里有一个让你看着就来气的媳妇、女婿，或者是一个常常顶撞你的晚辈，请千万不要再把他们当成是来忤逆你的仇人。你要在心里默默地转念，这不是别人，这是我过去的影子。他们现在对我的态度，正是我过去造下的因。我现在承受的委屈，是我该还的果。明白了这一点，火气就能消去大半。下次媳妇再买什么东西回来，哪怕你觉得浪费，也别急着数落，试着笑眯眯地说一句：谢谢你啊，还惦记着家里。吃饭的时候，媳妇做的菜哪怕稍微咸了一点，也忍一忍，夸一句：这道菜炒得真香。你的一句赞美，一个包容的微笑，就是在化解这场替身行。你释出了善意，就等于把当年欠下的情绪债给还清了。不用多久，你会发现媳妇的脸色也柔和了，家里的气氛也和顺了。这不比去外面求神拜佛拿符水喝有效得多吗？其实啊，不仅是人际关系，我们老人家到了这个岁数，身体上的病痛往往也是一种无形的业力显现。年纪大了，谁没个腰酸背痛？随着岁月流逝，那种身心沉重、力不从心的衰老感。有位林伯伯，年轻时脾气火爆，到了晚年，身体机能大幅衰退，行动变得非常困难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由太太照顾，走起路来咔咔作响。很多长辈一旦生了病，就容易自怨自艾，每天对着老伴或者看护发脾气，觉得全世界都欠了自己的。有位林伯伯，年轻时是工地的领班，身体硬朗，但脾气非常暴躁，常常对底下的工人和自己的太太大吼大叫。到了晚年，他中风了，半边身体不能动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由太太和外籍看护照顾他。因为身体不舒服，他的脾气变得更坏了。汤太烫了，他骂；翻身翻得慢了，他也要骂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，连太太都快累出忧郁症了。林伯伯坐在轮椅上，每天忍受着身体的僵硬和神经的抽痛，这也是一种刑罚。佛法里说，病苦是所有苦中最难熬的，但病苦也是一种消业。老一辈有句话叫欢喜寿打8折，意思是说，当病痛找上门，如果我们整天发脾气抗拒它，这个苦就会100%甚至120%地压在我们身上。但如果我们能转个念，把病痛当成是来帮我们消业障的老师，用平静的心去接受它，在心里默默念诵佛号，这种身心交瘁的痛苦就会随之减轻。林伯伯后来是在一位老法师的开示下才幡然醒悟的。法师告诉他，你现在骂身边的人，只是在给你本来就沉重的业力火上浇油。你太太伺候你已经够辛苦了，你不仅不感恩，还要造口业，这是要把下辈子的福报都折损光啊。从那以后，林伯伯变了，每次太太给他擦澡，他会艰难地说一声谢谢。每次痛得睡不着，他不再大吼大叫，而是在心里默默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。神奇的是，当他的心变得柔软了，脸上的戾气化解了，身上那股沉重的业力感也仿佛随之减轻，脸上终于有了安详的笑容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，到了这个阶段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该看透的也该看透了。我们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生气、计较和后悔上。不管我们过去有意无意间犯下过什么错，受过地府的哪一种刑罚，只要从今天开始，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几个简单的修行法门，就一定能把恶缘转为善缘。除了前面提过的睡前忏悔、转念和随手布施，我再给各位老菩萨推荐几个适合我们生活步调的安心法。
第一，把煮饭做家事当成是最好的布施，每天在厨房里洗菜、切菜的时候，不要觉得这是一种劳役，你在心里默念：我今天做这顿饭是为了让家人吃得健康，吃得平安。当你带着欢喜心和祝福去煮饭，这顿饭就是一锅充满能量的甘露水。家人吃了你用爱心煮的饭，身体自然好，家庭自然和睦。这就是在日常生活里累积最大的福报。第二，看电视的时候练习如不动的心。我们很多长辈喜欢在晚上看8点档的连续剧，或者看政论节目，常常看剧里的坏人，气得咬牙切齿；看政论节目里那些不同立场的争吵，气得血压都升高了。其实，这都是在拿别人的妄想来惩罚自己。以后看电视，我们就当是在看水里的倒影，好人坏人，是是非非，看完就放下，心里默念一句万法皆空，绝不让电视里的情绪干扰了我们自己心里的清净。第三，走路、散步时把脚步变成念佛的节拍。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，或者去市场买菜的路上，左右脚交替的时候，心里就可以跟着念佛号或者菩萨的圣号：阿弥陀减佛，一步一个字。你走到哪里，就把清净的磁场带到哪里，把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杂念全部换成佛号。时间久了，你的相貌会变得越来越慈祥，别人看到你都会觉得如沐春风。各位朋友，人生就像是一场长途旅行，到了我们现在的年纪，行李应该越背越轻才对。那些过去的恩怨情仇，对孩子的过度担忧，对身体老化的恐惧，通通都是包袱。放下包袱，不代表什么都不管了，而是用一种更豁达、更慈悲的心，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。把手里的那根火柴划亮，去照亮你的老伴，去包容你的儿媳，去体谅你的孩子，甚至去微笑着跟菜市场里每一位摊贩打招呼。当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散发着温暖光源的人，那些什么抽魂型、断线型、替身型的阴影，自然就会在光芒中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愿大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每天都能睡得安稳，吃得香甜，不再为过去懊悔，不再为将来担忧，把心安住在每一个当下，把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过成一朵清净自在的莲花。祝福各位老菩萨，各位朋友，身心安康，福慧圆满，日日是好日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，或者解开了您心里的一个结，欢迎您点个关注，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继续一起修心，结善缘。我们下期再见，阿弥陀佛。